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我们发出人格疾患系列的影片之后，有很多人跟我分享自己患有 BPT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倾向，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跟 BPT 共处吧。首先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谢谢。谈到 BPT 的时候，就是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在我临床上呢，其实遇到过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有蛮严重的，也有一些比较是像我上一次影片里头提到的，就是比较 quiet。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像这样子的人呢，比较难马上觉察，但是后来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所以呢，在他们跟我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行为，或者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模式。例如说呢，第一，他们会比较容易暴怒，这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害怕被抛弃的这个部分会让他们容易感到非常的紧张，他们的情绪都是非常的强烈。那种害怕被抛弃的感觉会因为害怕而导致自己很容易生气，那个紧张会导致他们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停止思考，或者是害怕自己会不会被对方嫌弃、讨厌、抛弃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也常常会因为这样子呢，导致他们就会非常的焦虑，又或者是呢，情绪起伏非常的大。那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间呢，他遇到某个人，他就会觉得哦，我好喜欢你哦，可能我觉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是我就是灵魂伴侣之类的，所以他整天都只想跟你说话，每天都黏着你，整天一直盯着电话看，想说你怎么还没有回我讯息，我要赶快再跟你说其他的事情。然后可能呢，一瞬间你可能做一些让他们觉得不如预期，或者是让他觉得很受伤的事情呢，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不想理你，然后非常的生气。当然生气之后可能自己又后悔，也在气自己。那另外可能会因为自己的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循环模式，然后也有别人反应，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讨厌自己，导致呢会陷入一阵很低的低潮。那所以呢会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非常像是忧郁症，是完全不想出门，不想跟任何人联系，然后整个人就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其实 BPT它其实是可以变成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心理疾病，如果我们不适时的去规范自己，或者是去治疗，或者是试着让自己变好一点的话，其实它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如果自己有这样子一个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 trait， 就算没有被诊断，但是你觉得自己可能有这样子一个倾向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Psychotherapy 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在我之前很多影片都有谈过。其实能够有一个人能够成为你生命当中一个稳定的客体，稳定的一个人，然后你能够建立一段比较稳定的关系，不管你说什么或做什么，你知道你都可以在这一段关系里头尽量试着去修复，然后重新检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稳定的情绪、稳定的自我概念是非常的重要。记得我上一个影片有提到过，为什么 BPT 的发展成因，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童年经验，也许我们家里并没有带给我们一个稳定的一个成长环境，导致于我们就是常常在适应这个变动，而那个变动有好有坏，而且是蛮极端的，导致于我们就是变得只能把这个世界分裂，然后觉得这一切可能就是别人都会一直伤害我们，然后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好好保护自己。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现在成人了，能够找到一个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你的人，然后能够在你生活当中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持，对于我们的情绪稳定就会是非常大的帮助，然后这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内在的力量。所以一样的，我第一个还是一样先推荐 Psychotherapy。第二部分呢，很多人有提到也有问到，就是 medication 是不是需要用到药物治疗呢？那我刚才大家报告一下所谓的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他们比较常用的一些精神方面的一些药物。
Disclaimer， 先大家说明一下，我不是精神科医生。如果你对自己的症状你觉得已经严重到你需要吃药的话，麻烦去找精神科医生，他们会针对你的症状来提供你适当的药物，还有适当的剂量。那我只是先跟大家提一下有哪一些资讯。那在药物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就是 antidepressant， 在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过，就是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的人有的时候其实会陷入非常低潮的一个状态，蛮像忧郁症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医生呢也会给予就是抗忧郁药的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会因为可以帮助我们的情绪不要这么的低落，那这个是蛮常见的其中一个。那比较常用的呢，可能就是 SSRI， 然后 MAOIS， 那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大脑能够提升我们的脑内啡，让我们能够大脑情绪比较稳定的一些机制。那第二个呢，就是 antipsychotic， 它这个名词之所以会变成是 borderline， 就是因为他们在定义的过程当中发现呢，有这样子人格倾向的人，有人格的一个部分，然后有 psychotic 或者是 neurotic， 就是精神官能，然后有一些精神分裂方面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疾病，有一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倾向。记得我们在9大特征里就有说过了，其实有一些比较严重的 borderline， 他们可能甚至会常常听到另外一个人在跟他们说话，或有一种很像是听觉的一个幻觉，或者是甚至会看见有个人在他们生活当中在告诉他一些非常负面的一些事情，让他们会对人产生非常负面的印象，或者是感觉，或者是对事情有非常负面的解读。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 antipsychotic 呢会因为有一些病患的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必须要用到，那就会减少我们在听觉啊、幻觉啊这方面的症状。当然在这个部分呢也会减少一些比较冲动，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borderline 的人有的时候会比较冲动，那个暴怒跟冲动部分也会缓解很多。那第三个呢就是 mood stabilizer。Mood stabilizer 呢就是 anticonvulsant， 那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稳定我们大致上的一个情绪，例如说减少我们的一个冲动的行为，又或者是呢能够让我们不要有这么大强烈的一个就是很像云霄飞车的那种情绪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这个呢能够让我们帮我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范围当中，是会有蛮大的帮助的。那下一个呢 anti-anxiety，就是抗焦虑剂。那抗焦虑剂呢，其实也是因为像我刚才有提到，很多人其实他们会因为太担心、太害怕自己是不是会被抛弃、被排挤、被讨厌，所以呢，那个会造成他们很大的一个焦虑感。有些医生可能就会适时的给予就是 anti-anxiety。However， 在 anti-anxiety 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必须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因为其实很多 anti-anxiety 呢，它是benzodiazepine base。那像那种 benzodiazepine base 它的部分呢，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上瘾的。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边缘型人格的人其实因为容易冲动，导致他们容易会滥用药物，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谨慎的。所以这个呢，一定必须要，如果你跟你的医生有讨论到适合用这样子的药，那一定务必适时要回去追踪跟你的医生讨论你的用药的状况，然后必须要有人就是实时的关注你的用药的情形会比较好。那最后呢，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supplement 的部分，就是营养补给品。那在研究当中呢，就有发现呢，其实 omega 3 fatty acids 其实呢，对我们的情绪是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慢慢的管理好我们的 borderline personality 的一些症状。那最后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那自我管理的部分你可以做哪一些？我想自己的部分的话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找到你身边能够支持你的人。如果你的家人是适合，那最好；如果不是的话，找一个你觉得你身边你觉得会提供你支持，不论是朋友或者是同事，又或者是去找其他同才支持团体的人，有相似经验的，也许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或者是很好的支持。当我们身边能够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情绪支持的时候，对我们的心灵的成长和稳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二个呢，就是 self-care。那我们常常在讲 self-care、self-love， 那到底什么是 self-care、self-love 呢？很简单的一些基本准则，先跟大家提一下。一样的，我之后会再多介绍所谓 DBT， 还有一些 emotional regulation 的 skill。那
我们就先注意好几个基本的准则，在这里头呢有一个叫做 please 的部分 ，please PL 呢就是 physical illness， 我自己身体有没有哪些不舒服的症状，我自己有没有注意到呢？那我是不是该去吃药，或者是去特别照顾那个部分呢？例如说可能我头痛啊，或者是最近感冒啦，我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容易情绪暴怒，那可能会因此而有一些加成呢，导致我们更容易生气，或者是更容易往负面的方向想。如果有的话，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的一些疼痛或是疾病，这个是第一个。再来是E呢就是 eat healthy， 我有没有适时的让自己吃一些原型食物，让自己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让自己能够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复原的一个状态，这对我们的身心灵的复原也都非常的重要。再下一个呢就是 A 呢就是 avoid mood-alternating drug， 例如说像那些药物啦，会让自己一时变得很嗨，然后又下来又变成整个人就是失去药物的那种消退感，或者是失落感，或者是空虚感。当我们用药的过程当中会有那样子的起起伏伏，又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那样起起伏伏，会导致我们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避免使用那些药物或者是毒品。那下一个 S 呢就是 sleep 的部分，睡眠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最好尽量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当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会影响我们智能功能，还有我们的记忆，还有我们的情绪。其实对我们各方面有非常大的影响。睡眠的时间就是我们身体和我们的大脑修复的时间，所以给自己充足的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最后一个 exercise， 能不能够适时的给自己一些时间安排，让自己出去做一下运动，甚至出门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有充足的 vitamin D， 然后呢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不要忘记了多补充水，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当我们的细胞有足够的水分，然后我们能够让我们身体能够运动，动了起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身体自然会慢慢的复原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的情绪就会比较好，也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就先跟大家提这几个部分，是如何跟我的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好好的相处。不知道对你或者是身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又或者是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很好的一些妙招，麻烦在下面留言分享给大家哦。那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